月季花记住养护窍门：花量更大，花期长，月月开花爆盆。直到花无百日红，此花无日不春风。古诗人是这样形容月季花的：月季花花期较长，月月开，季季开，颜色非常多，是全球流行性的观赏花卉之一，被称为花中皇后。作为我们生活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花卉，它的品种繁多，姿色多样，可以四季开花，花大成型，有浓郁香气，是集观赏、实用、环保、药用为一体的神奇花卉。日常生活中，有些人种的月季花可以爬满墙，花开得艳而大，而有些人种的却差强人意。那月季花该怎样养殖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翁养花的频道。因为有花友让我分享一下养护月季花的内容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月季花怎么养护。一、合适的盆土。土壤是月季的一个载体，如果土壤不好，它的根很容易出问题。比如我们用原土在室内栽培，原土保水性好，在室内栽上以后，浇水长时间不干，它的根一直在一个淤积的环境中，就会出现烂根的情况。而且原土容易板结，板结了以后浇水浇不透，就会出现干根黄溢的情况。我们在家中养月季，只需要保证土壤的透气透水性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想用原土栽培，可以适当的在原土中加上一半的颗粒，或者是河沙，保证土壤不板结，保证土壤不淤积，透水性好，这样你养月季就不会出问题。如果你想用专业一点的土壤的话，可以是原土、腐叶土、龙糠灰，按照5:3:2的比例混合。另外，月季花宜用疏松肥沃、腐质丰富、呈微酸性的沙质土壤，不宜用碱性土壤。在每年春天新芽萌动前要更换一次盆土，可以让它生长旺盛。换土有助于当年开花。月季可以用各种材质的花盆栽种，花盆的选择不用很花哨，透水透气的普通泥盆就可以。新的泥盆先用水将其浸透，然后使用。刚扦插的小苗选择15厘米左右的小花盆，1到2年生的月季苗选择18到20厘米的花盆。二、合适的光照。月季为阳性植物，喜日照，每天日照6小时以上才会生长良好。若光照不足，它的叶子当中的叶绿素无法进行分泌，致使叶片嫩黄，枝干细弱。其次是枝长叶子不开花，即便是结了花蕾，花朵也比较小，开花后花色不艳也不香，颜色也不够通透。除盛夏炎热时需适当遮阴外，在其他季节切忌将月季栽在阴山、高墙或树荫之下。良好的日照对提高月季花的品质和寿命都有好处，长时间日照不足会造成芒枝增加，从而影响开花效果。三、适宜的温度。月季适宜的温度是18-28度，当温度持续30度以上，就会进入半休眠，植株生长不良，虽能孕蕾，但花小瓣少，颜色暗淡无光泽，所以在高温的时候要把花盆移在阴凉的环境中养护。月季花的耐寒能力很强，可以耐零下10摄氏度的低温。通常来讲，南方可以直接放在朝南的屋檐下过冬，北方在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内移到室内通风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10月花朵凋谢之后，不要修剪，施一次腐熟的磷肥，促进枝条健壮粗实，增强耐寒能力。另外，冬季温度很低的时候，可以在稍暖时适当浇水，避免植株干冻致死。四、通风。良好的通风才能使月季花生长健壮，还能减少病虫害发生。这一点非常关键。月季在室内养容易招虫，容易出现叶斑、黑叶等情况，往往都是通风差所导致的。如果在室内通风不好的环境中，你会发现根本养不好月季。如果露天的环境去养月季的话，即使不怎么打药，不怎么去杀菌，它也不容易出问题，就是因为室外的通风比较好的缘故。所以说，我们在家中养月季的话，尽可能找一个通风好的环境。如果通风不好，可以定期的用电风扇吹一下，特别是在浇完水的时候，定期的给它吹上2-3个小时，这样就不容易出问题。五、适量浇水。
在家中养月季，浇水比较关键。如果盆土还很湿，浇上水以后会出现叶片黑腐、脱落等情况，这是淤积烂根所导致的。所以在家中要保证良好的浇水习惯。月季比较耐干旱，短时间的干旱最多出现叶片打蔫的情况，不会整株死掉。我们浇水的时候，等到盆土干到一半以上位置的时候，再给它浇水就可以。也可以找个竹签插到盆土一半的位置，什么时候竹签干了，再浇水，这样就不会出现淤积烂根的情况，也不会出现干根的情况。另外，浇水时要避免把水溅到叶片上。冬季月季处于休眠期，只要保持土壤湿润不干透就可以了。春季时枝条前发，枝叶生长，属于生长旺季及花期，应增加水量，每天早晚各浇一次。夏季高温，水的蒸发量加大，植物处于虚弱半休眠状态，最忌干燥脱水，应该每天早晚各浇一次水，避免阳光暴晒。那么每次浇水需要浇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要遵循浇水必浇透的原则，只要浇到从盆的底部流出来为止，否则会造成土壤局部干涸，会引起部分黄叶。而种植了一段时间的盆栽月季，土壤多多少少都会板结，需要缓慢多次的浇，才能保证绝对浇透。6. 合理施肥。月季花喜肥，只有肥力足，它萌发出的枝条才会更多，长出来的花苞，开出来的花才会越来越多。一年中，第一次给月季施肥的时间最好是在春季，因为这个时候是萌发新枝的时候。可以把稀释后的液体肥料或者缓释肥、营养液半个月浇一次，这样可以使月季花长得枝繁叶茂，花蕾也茂得多。第二次施肥是在4至6月，第3次施肥是在10至11月，这2个时间段是月季生长特别快、花开旺盛的季节，可以用丙肥，也可以多用磷钾肥，这样冬季叶子也会绿油油，甚至可以冒出花苞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施肥，月季花会开得又大又亮丽鲜艳，花朵特别多，花期特别长。7. 合理修剪。修剪是月季管理的重要措施，因为月季花的生长速度特别快，花盆的体积就那么大，土壤养分有限，所以茂盛的枝条就需要不断的供应养分。如果有很多没用处的枝条都在吸收养分，就会影响开花的枝条，所以有些枝子需要及时剪掉，才能促使开花多，花苞冒得多，开花不断。裁剪方法就是：第一，要把一些细枝弱枝都剪掉，因为这些枝条根本就是多余的，不会开出花苞，只会吃掉养分。第二，要剪掉没有开花能力、畸形的枝条，这些枝条很短，长势慢，很难开出花苞，所以要剪掉。第三，就是瘤状去弱，剪掉一些细弱的或密不通风的枝条，留下一些壮实的枝条。第四，及时把开花之后的残花剪掉，剪掉的位置以残花下面的3片叶子为宜。冬春季节是月季修剪的最佳季节，早春的时候只需要保留15到20厘米的高度。月节新枝的修剪，需要新枝长到15到20厘米的时候，剪掉顶部的3厘米左右，触发形成分枝。当侧枝长到一定的程度，还可以进行摘心，如此不断的反复，会使月季株形丰满，花开较多。另外，关于月季花的虫害和繁殖的部分，因为内容比较多，所以下次准备单独来讲解。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到你，还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当然，你有其他好的养护意见，可以在留言区共享。频道内社区已经开通，里面也有养花的小知识，欢迎你到我的社区来玩。感谢你宝贵时间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